因為他們都會很好奇，就是為什麼你露營完你是第一個回家，第一個想回家。我應該說，我太太在當太太這件事情方面，我覺得她做到的是非常完美的。就是我曾經跟她開玩笑討論說，我已經在外面找過一輪，我沒有辦法找到第二個像你這麼好的人。我剛剛聽出一個關鍵呢，其實不是只有她厲害，因為你剛剛講到說你會示弱。我們所講的地方是家庭，家庭裡面沒有必須要誰比較強。我們家小孩非常棒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一個非常沒用的爸媽。我覺得其實，在台灣家庭啊，常常男性都會把自己變成是一個支柱，但是我覺得他其實不是一個支柱。我們一個家庭，它是一個 group， 我們是一個團體。你真的希望你自己在家裡就是要一副嚴父的樣子，或者是有一個男人的尊嚴嗎？我在家裡我就要演一個爸爸的樣子嗎？你們喝酒不能面對我，轉身過去。對吧？還要來這一套嗎？不必要嘛，在家裡就是像朋友一樣。我最開心是我現在酒伴是我的小孩。你現在看到的是我們訪談的一小段，如果想要知道完整的故事的話，請點擊右上方的連結哦。嗨，大家好，我是文心醫師，歡迎來到女人聊心事。今天特別邀請了女人聊心事史上第一位男性來賓。我們希望從男人的視角，一位爸爸，一個老公的角色，來看看在家庭裡面我們怎麼樣可以做一個支持家庭溫暖的一個能量。所以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就是王仁甫先生。大家好，鄧醫師好。謝謝仁甫哥來到節目。我覺得老公在家庭裡面一點都不重要。我在家裡都是被忽視的那一個，這太可憐了。然後我都是要自己不斷的去討愛，告訴小孩說，其實不能只愛媽媽哦，你們要公平哦。然後也要跟媽媽講說，媽媽不能花那麼多時間在小孩身上哦，爸爸也是要愛的哦。我今天可以改成男人聊心事。好了，不過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就是我覺得女人聊心事其實不是我們女生自己聊自己的，有时候我們會想要知道說男生怎麼想，所以其實今天會邀請你，也是因為晴姐上次來聊了，然後反響很大，覺得說哇，你們整個家庭的和諧啊，然後親子教育式的感覺啊，哇，那種幸福感不是演出來裝出來的。你們家的小孩很会表達感受。因為我們在小的時候，我們有讀到了一個內容，我跟我太太兩個人覺得非常棒，我們就一直在貫徹這件事情。那個東西叫做我訊息。其實我覺得亞洲人比較不會把我讯息放出來，而是把它放在內心。我心裡面有什麼感受，先想一想，算了，我這樣講出来不是很好，我在這個場好像不適合表達這個感受，就一直把它忍下來。那我跟我太太，我們都是讓她不斷的表達我訊息，就是我不舒服了，我想要幹嘛，我怎麼樣，讓她一直表達她心裡面的想法。因為我們大人常常會在她還沒表達之前，我們就已經幫她解答了。對，比如說，趕快吃啊，不然你會餓啊。可是問題是她現在不餓啊。或是他餓了，他自己會吃，所以他會說：“我餓了 ，OK， 你餓了，那我就給你吃的。哦，我今天想要出去玩，爸爸就帶你出去。我想去露營，我就帶你去，讓他知道他的需求是可以提出來的，而不是在我覺得好像放假了，我幫你排好了。那小孩子，他都不用提出我需求，你都已經安排好，所有事情是爸媽想要，不是小孩想要的。所以小孩會很習慣，就是我想要什麼時候，他就一直講。對，因為我們大人就是會怕小孩不知道什麼決定比較好，對，或者沒事，或者無聊，或者是我們浪費時間沒有給他什麼東西。但其實有時候是你沒有騰出那個空白的時間讓他去想的時候。而且我覺得某個程度來講，這個也是訓練小孩就是自我負責吧。就是因為如果都是你安排，可是如果我不喜歡，那我就可以怪罪你。可是如果是我覺得我需要，但是不好玩或是怎麼樣，那我要對我自己的選擇負責。對，這叫合理的後果嘛。而且我覺得，當你讓小孩去表達，然後但是你不反駁、不批判，你就是去接受。我發現我自己周遭很多爸媽們，他們的小孩已經進入青春期了，可是他們就會覺得小孩不太理他們，不願意分享，然後甚至你想要問他說：“兒子、女兒怎樣怎樣”，然後就給你擺個臭臉。可是你們家的小孩有這個階段嗎？我們家老實講哦，其實我跟季晴兩個都覺得我們兩個好幸福哦，好幸運。我們兩個小孩，我們沒有感受到他們什麼叛逆期，但是我覺得，因為從小我們就讓我們的小孩，他們可以不斷的去說出他們心裡面想要做的事情跟說的話，所以我覺得他們比較不會有反叛，他們會覺得他們是被尊重的。所以我们两個小孩沒有這個時候出現。所以是不是很多人就是說要從小開始培養這種所謂的親子存款、愛的存款？你覺得是你們在互動的過程中，當時什麼有做到這些？是不是？我們有一個教育理念呢，就是呢，小孩子呢不是被教育成大人的，而是他出生就是準備變成大人的小孩。所以從他出生，你就要把他當作大人看待，而不是教育他說你要變成大人哦。
大人應該要怎麼樣，所以你只是陪着他，看着他順利的變成他自己該有大人的樣子，所以他是長出自己來的，不是爸爸媽媽期待的那一个小孩子。我其實蠻認同你講話，所以你怎麼樣在跟小朋友當朋友，跟爸爸一個教育者去找到平衡？舉例我們家弟弟也是打電動，也是有一個時期非常愛打電動。有沒有印象打最久是多久？我們就打很久，我們有打到天亮過，一家人。我們瘋一個遊戲，我就跟他一起打到我們兩個就覺得很累的時候，我說哦好累哦，我們是不是應該關機？他說再玩一關，我說好，那我們就再玩一關，玩到我說爸爸真的好累了，他說好，那我們今天就不要玩了。我沒有教他關係，是因為我很累了，就是像朋友嘛，朋友很累了，我的玩伴累了，好吧，那就算了。我說那明天我們再來玩，還說好，然後明天時間到，說爸爸我們再來玩。他會發現你跟他是一起的，所以有的時候你就說我現在也要忙，那你就待會我們約2小時後來打電動，你讓我忙2小時啊，你也先去做你的事情2小時，他就知道說哦好，那他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了，他就不會变成你們的爭吵的點，他也不會覺得他被限制住，他只覺得說我在等着我的玩伴要跟我一起玩，而不是用管教的方式說你覺得你自己應該要玩多久？你覺得功課寫完了嗎？我給你半個小時哦，這樣就變約束了，你好像在施捨他。我們家小孩非常棒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一個非常沒用的爸媽，他們如果沒有很棒的話他們活不下去。我們就給他鬧鐘，告訴他說你們時間到了就要起床，如果要吃早餐或是要我送陪你去上學，你要來叫我，不然我起不來。我覺得這個我自首，我也是偏廢的媽媽。然後有幾次我就差1分鐘，然後兒子快遲到，對不對？然後他們最近因為不想遲到，想要早一點去學校寫作業，他們就會主動起床，就會把衣服都準備好，然後再來叫我起床，所以我真的覺得就是有時候我們會很擔心，如果不怎樣，然後就會發生壞事，然後小孩就會遭姦。但其實好像不是，就是你允許他，反而他沒有被限制的時候，他自己就會對自己的負責，然後自己去想說要怎樣才比較好。不過講回情節，我覺得你們的互動也非常的有趣。他自己也有提到，小孩覺得他是家裡的太陽嘛，所以你真的覺得這個太陽明亮跟太陽下山的時候，家裡的氛圍真的是差很多，是非常多。因為其實他在家裡面就是一個調和劑。因為他就是一個溫溫的，他就算發脾氣，小孩都跟我講說：“哎呀，那隻吉娃娃又在叫了，怎麼那麼可愛？”可是如果爸爸不講話，小孩就會覺得，會過來說：“爸爸，你今天心情不好嗎？爸爸，你今天有什麼事嗎？”我說：“沒有啊。”可是你看起來心情不好，因為我的一點點情緒低一點點，他們就會覺得很恐怖。所以就要媽媽的出現啊，媽媽在的時候就是溫暖。那好，如果今天是晴姐真的在生氣好了，然後你要怎麼樣讓這個太陽暖回來？因為我們家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們都知道爸爸超不喜歡家裡的低氛圍，就是我不喜歡家裡面是那種不講話，我喜歡家裡面就是很歡樂的。所以如果媽媽不開心了，我會去跟小孩講說，你們不要讓媽媽不開心，小孩不開心，我也不讓小孩在那邊不開心，我會想法去逗小孩開心，或者是緩解一下。比如說有時候我念了小孩，小孩不開心了，我就說媽媽你趕快去，你去，就不要讓這個情緒太久僵在那邊。對，因為它會變一種習慣。對，現在可以10分鐘，下次就可以1個小時，那就變成家裡的那個情感會越來越疏遠。你要讓這件事情它當下爆發完了之後，我們就馬上解決掉它。我們只是因為那個事件，但是不影響我們家庭的情感。如果今天媽媽不開心了，是因為我會跑去跟小孩求救。我會說什麼招啊？就是你們幫我一下。我說你們去問媽媽要吃什麼啦，然後你們去弄媽媽，然後我就會過去說好啦。他就看着我，然後我說不要這樣啦，我們開開心心的嘛。然後我就會去求饒，因為有小孩在了，又可以稍微軟化一點點了這樣。你跟小孩感覺是個很好的 team 但互相幫助這樣子。我還有一個好奇的點，就像你說的，你很怕家裡氣氛不好，然後小孩說爸爸你心情不好，你馬上就展現你快樂的那一面。可是每個人都有情緒啊，你這樣不會把你自己的情緒壓住或是不重視它嗎？我好像還好因為我覺得我最大有情緒應該就只有在工作。一回到家我就覺得家裡就是一個很幸福的地方啊。如果家裡面會讓你不快樂，那我就不想回家啊。所以我會一直想要回家，一直想待在家裡，是因為有2個小孩很可愛啊，然後有老婆啊，老婆很漂亮啊，老婆隨時可以欺負啊，不是，就順着我的話講啊，你怎麼？就你會覺得這就是一個很棒的地方，所以我沒有理由在這個地方不快樂啊。比如說今天壓力很大的時候，我 maybe 會選擇一個人去跑步，去爬山，或是跟老婆安排個假期，我們去玩一下這樣子。在我的生活裡，極少把家裡面的氛圍弄得不好。
因為很多的男性啊，可能太習慣，那我要把這個大局家庭顧好，然後他就沒有感覺自己其實是有隱忍跟委屈，他可能也沒有像你這麼健康的一種表達或是疏通的方式。可是看在女生的角度，有時候也會覺得說，我也想要幫助我的伴侶，我想要支持他。女生可以怎麼樣去陪伴伴侶，不管是在工作上的低潮或是心情不好？我應該說，我太太在当太太這件事情方面，我觉得她做到的是非常完美的。就是我曾經跟她開玩笑討論說，我已經在外面找過一輪，我沒有辦法找到第二個像你這麼好的人。我說我每一天出门都在尋覓啊，都在尋覓，找了這麼多年，找那麼多年，我真的找不到。當然，我也不是那種會硬去跟一個態度的人，因為我覺得男人沒有必要把自己當作就是家裡的支柱。我覺得没有任何一個人是家裡的支柱，就是大家都會這樣想。我覺得其實，在台灣家庭啊，常常男性都會把自己變成是一個支柱，但是我覺得他其實不是一個支柱。我們一個家庭，它是一個 group， 我們是一個團體，所以沒有任何一個人是某一根支柱，應該說是每一個人都是一根支柱，所以我們一起撐起了這個家。家裡的人少了這個支柱，任何一個支柱只要受傷了或是情緒不好，其實家都會被影響。所以我沒有把我自己當作是那麼重要的一個人。那我覺得跟我生活的這個人，我會跟他示弱，我會跟他講說啊，老婆，我覺得我真的可能做錯什麼事情了，然後最近我覺得我很對不起你啊，那希望你可以稍微體諒我一下，我可能前一陣子心情不是很好等等的，我會把我自己的狀況跟他分享，然後他也很不錯。他知道我有一點點不開心的時候，他也不會就是主動的去戳破我，因為平常我們家是我煮飯嘛，然後就突然間，他自己怎麼準備了一些東西啊？老公，今天晚上我們喝個酒好不好？那你就知道說，哦，我老婆想讓我放鬆，對，那我就知道說，哦，他有關心到我了。哇，所以不是一直去逼問，或者說你怎麼了？你怎麼了？你怎麼了？對，而是用他覺得你會喜歡的愛的行動去表達。对，然後或者是營造一個我可能會願意跟他說話的一個空間。我很怕就是那種另外一半，他如果跟我說，我們可以坐下來聊一聊嗎？或是你晚上有空嗎？我們要不要聊一聊？如坐針氈。對，我說哇，我剛剛聽出一個關鍵呢，其實不是只有他厲害，就是因為我一直相信這都是互動的嘛。因為你剛剛講到說你會示弱，我覺得示弱對男生來講有時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為示弱好像就是我弱，我不強，我比人差。可是這個在男性的成長過程裡面，常常會被定義為就是說這樣是不好的。對。但是其實真正的勇敢是表達自己的不足或是不舒服。我們所講的地方是家庭，家庭裡面沒有必須要誰比較強，在這個家庭裡面就是互相照顧。你在外面再強，你回到家裡，你還是一個需要休息的人，需要跟家裡面生活的。我沒有必要跟家裡的人在比你比較強還是我比較強啊。我常常在家裡煮飯的時候，我煮了一桌菜之後，我回家會跟我老婆講說，我覺得我好適合當家庭主婦哦。對嘛，所以為什麼一定要男主外女主內？沒有這種道理，這都是以前傳統觀念留下來，然後我們就被社會的道德教育成我們應該要這個樣子。可是其實你回到我訊息，了解你自己，你真的希望這樣嗎？你真的希望你自己在家裡就是要一副嚴父的樣子，或者是有一個男人的尊嚴嗎？還是你希望在家裡跟這些人就相處，就是我是最放鬆，就像我平常跟朋友喝酒一樣。對，我跟朋友喝酒的時候就最放鬆的嘛。那我回到家，難道我跟家裡人就不能夠喝酒放鬆嗎？我在家裡我就要演一個爸爸的樣子嗎？你們喝酒不能面對我，轉身過去，對吧？還要來這一套嗎？不必要嘛，在家裡就是像朋友一樣。我最開心是我現在酒伴是我的小孩。因為小孩成年了嘛，他們現在會約我說，爸，我現在找了一家酒吧還不錯，我們這禮拜六要不要去？我說，哎呀，哇塞，你約我去酒吧好啊好啊。他說，你總不希望我是跟別的男生去吧？好，那我跟你先去。我剛剛整個聽下來，我覺得當你把自己身上的標籤跟框架拿掉，其實你就可以做你自己。那個很輕鬆的自己，其實就會讓你的家人很容易靠近，那個連結就會比較足夠。我都在家了，我為什麼還有那個盔甲，還有那個包袱呢？講到這邊呢，我們來抽個精油吧。那這邊有3支，反正精油很有趣，有時候它可以對應到你心理的狀態啊，或是你的身體上可能的問題，或是你未來想要開展的一些計劃，它可能可以給你一些方向，我覺得蠻有趣的。你最喜歡哪一支？這一支，我覺得它味道比較偏木質調。比較像木頭啊、草本的感覺，中間的這個呢，它比較淡淡的，有點像青草。第3個好來，
怎麼有點果香的感覺？羅馬洋甘菊呢？你就是整支，你可以聞一下，它就是，有沒有拿錯了？它是羅馬洋甘菊，你覺得跟你聞的不一樣，不一樣啊，對不對？好妙哦。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你還是喜歡你第一支，是不是？我喜歡第一支。好，羅馬洋甘菊啊，它是經典的兒童用油，它的親和力很高。我們在講精油的時候，我們都有一個生理跟心理的功效。生理的功效，這支很適合排解任何的緊跟壓力，譬如說肌肉緊、運動肌肉緊，或是腸胃、膽道緊繃、痙攣的這種感覺。那心理的緊是什麼？就是最近有什麼，比如說計劃在開展，比較有壓力，會不會有點擔心、焦慮、微失眠的感覺？我想請教一下，精油會不會是在你的身體需要的時候，你就可能會比較喜歡這個味道？對啊，沒錯啊。所以你聽完之後，你有覺得你的身體好像有需要它嗎？好像我還蠻需要的，所以最近是有很多緊繃的狀態。对，因為我的肩頸就是很緊，所以你剛才講說，會不會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有這個需求，所以特別喜歡這個味道？沒錯，因為我覺得就是拿精油，有時候你與其去看精油對應什麼病症，不如直接叫他聞自己喜歡的。對，就是他覺得舒服的，通常是他需要的。那心理狀態呢？心理狀態最近有没有什麼讓人比較有壓力的事情？現在2個小孩都在國外念書，所以其實我跟季晴2個人的時間變得比較多，我覺得他應該會比較緊繃。原本我們2個剛開始的時候，小孩剛出國的時候，我們2個有在想說完蛋了，因為從小到大我們跟小孩太 close 了，所以你突然間那2個人抽離掉了之後，你会覺得說我們2個的生活好空哦。因為以前一切什麼都是趕快回家陪小孩吃飯啊，小孩要幹嘛，什麼都是以小孩為主，然後都跟小孩一起。現在沒有了，我們2個好空虛，就空巢期啊，对，就小孩離家啊，然後就開始有一種無力感，每天回到家都覺得家裡怪怪的，然後以前都覺得說，隨時要不要換大房子，現在覺得說家裡好像房子太大了，只剩下我們2個，那幾個房間我們都沒有進去過，這樣子，大概隔了1-2個月之後，我們2個開始覺得說，其實這種感覺好像蠻好的耶。我們現在有一個約定，就是我們可以常常去做一個叫 coffee ride。Coffee ride 什麼？就是呢，我們今天是為了要去喝某一家咖啡，然後我們2個就去那個咖啡廳，我們就喝個咖啡，然後聊聊天，吃個點心，好，那我們就回家，然後再騎回家。對，有一個目的的，那就像約會一樣。我覺得很多夫妻就是會遇到這個重新磨合期，但是聽起來的話，你們的興趣好像都是比較動態的，而且感覺好像就是你很喜歡運動，所以他也漸漸愛上運動。他也是一個需要陪伴的人，他有曾經講過。他說他會跟我在一起，那時候會喜歡我，是因為他覺得這個人是他這輩子沒有辦法想象，怎麼有人可以這麼自在的存在，被我這個特點就是有吸引到，這樣就是他在你身邊會很自在，而且你的自在可能是他很向往的。我覺得是。好，節目來到尾聲呢，很想要問你照顧自己的方式，就是釋放出來，我從來不壓抑我自己的，因為我是一個很直接的人，就是我不開心我會瞬間寫在臉上，我不開心我會直接表達。那當然對於某些時刻來說這是不好的，我老婆常常會講說，你這樣就沒有在修飾你自己的，會產生後果，合理的後果。對，會有一些後果。但我剛才講說我願意承受這個後果的原因，是因為我發洩完了之後，我知道我大概在5分鐘之內我就沒了。可是如果我不發洩，這個效應可能會累積1個小時、2個小時或是1天，所以我寧可我把這5分鐘我發洩完了，大家都不開心，5分鐘過後說好，所以我已經跟你們講我不開心的事情是什麼了。那我對我剛剛那麼生氣，我道歉，希望大家就是現在不要在這個情緒當中了，因為我發洩完了。然後我老婆每次就會講說啊，你發洩完了，你有沒有想過，我們全部大家都承受你這個情緒？我們開始生氣，我們開始生氣，我們開始不開心啦。我老婆這樣講完之後，我小孩現在也會這樣講，說可是我們還在怕啊。我不要讓我自己一直活在一個壓抑或者是不開心的氛圍當中。當我有不開心，我會很直接擺明的，包括像我們在錄節目的時候也是一樣，就這個遊戲或是這個內容我不舒服，我就會直接跟他講說，我真的覺得這遊戲好無聊哦。我覺得好不好玩？你們要不要換一個遊戲？他們說要繼續玩，我說那我真的沒辦法玩得很開心，好吧？那我就選擇在旁邊默默的觀看。難怪你看起來你就是一個很真的人。就我常常跟我老婆講，你真的不要懷疑我，因為我超討厭說謊，我超討厭隱瞞的，因為我一隱瞞事情，我們很快就會變康了，因為會忍不住告訴你說，我剛撒謊了哦，就是我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所以我寧可就是讓自己就是都是
直接爆發出來，也不要就是隱瞞，悶在那邊，悶在那個地方，然後那麼久。所以我覺得其實像上一集播出之後啊，很多觀眾就會覺得說，哇，好嚮往有這種幸福自在溫暖的家庭能量。所以像你剛剛講的話，我覺得好像在家裡的這種情緒照顧，大家彼此的連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會怎麼樣給這樣子的觀眾一些建議啊？怎麼樣去思考自己的定位啦，或是我們怎麼樣來支持家裡人的互動？常常都在講說，男生聚在一起的時候，真的好像一群幼稚的小孩。有些朋友50-60歲了，然後我們聚在一起講的話，就是跟國中的时候講的話一模一樣，無聊到爆這樣子。然後你有沒有想過，你把這個無聊的事情拿回到家裡，跟家裡的人相處，那也是很好玩的。你如果願意出去外面跟朋友玩，那你们不是把这些想要玩樂的心跟家裡人相處，所以那個氛圍就會，你會覺得你不見得一定要出去跟朋友 hang out， 你在家裡其實跟家人你就是在放鬆了，這樣子的方式。所以我也跟很多男生的朋友分享，就是說我自己很希望就是家裡的和諧度如果能夠一直維持住的話，那我自己本身就會很想回家，因為他們都會很好奇，就是為什麼你露營完你是第一個回家，第一個想回家。我露營都習慣開車，原因是因為坐他們的巴士要等很久，等大隊人馬結束了以後，然後再回到集合點，我再開車回家，可能將要多半個小時。他們就說多半個小時，可是你開車要開4個小時欸。我說可是我可以爭取到半個小時，我的人生就賺到了，我就賺到跟家裡人多30分鐘的相處啊！真不愧是永遠的情人。這個應該就是我最主要的生活的哲學，幸福生活學。我覺得回到前面你講的那個概念，其實就是你不要覺得自己一定要在家裡扮演什麼男性支柱什麼什麼的角色，你就是把你跟朋友相處的那個快樂帶回家裡，其實你的家人也會理解你，然後也會跟你有更輕鬆的互動，真的太棒了。好，節目的尾聲，我們來看看解答之書要告訴我們什麼呢？解答之書是我們節目自己做的。然後我們想要看看，就是呼應剛剛的精油跟我們今天講的主題，看看解答之書可以送給我們觀眾什麼建議呢？好，這個無厘頭，補充一點鎂吧。好，鎂啦，其實就是一個礦物質嘛，營養元素嘛，對，鎂啦。所以在焦慮啊、放鬆，其實跟我們前面提到的精油有點像，性質上有點像。可是我覺得鎂這個意涵呢，也可以我們的生活、家庭。是不是也可以多一點美好的能量呢？好，所以觀眾朋友，今天有找到你專屬的幸福家庭處方了嗎？歡迎把這集節目分享給你的好朋友啊、家人啊、伴侶啊。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好，謝謝王仁甫先生今天來分享，謝謝我們女人聊心事，下次再見嘍，拜拜。